迪士尼打磨9年的《疯狂动物城2》正在上映，但当粉丝满心期待的走进影院，看完之后得到的反馈却是糖毒参半。今天我们就剧透一下，分析《疯狂动物城2》的剧情硬伤。在《疯狂动物城2》中推动剧情的其实还是狐狸和兔子。尼克和朱迪的矛盾是世界观的不同。在《疯狂动物城》这个 IP 里尼克和朱迪这对糊涂组合无疑是绝对主角。动物城主张开放包容，但观众其实是作为尼克朱迪视角来参与进动物城的事件。尼克和朱迪虽然是黄金搭档，但他们也不是完全的立场统一。在第一部《疯狂动物城》里，围绕着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的矛盾和统一展开叙事。观众视角里狐狸和兔子就是这个核心问题最富有代表性的体现，结局也是走向和谐。狐狸和兔子成为了拯救动物城的英雄，食肉食草动物的矛盾也安然解决。第二部里尼克因为童年的创伤和少年时混迹江湖的经验，让其成为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朱迪则被塑造成脸谱化的理想主义者，完全失去了第一部中的灵性。观感最差的是剧情中段，两人因为意外和巧合被全城通缉，在寻找真相时两人闹别扭的部分，迪士尼的电影都有着现实映射和教育意义。在电影世界里，第一部和第二部只隔了1周，但对于银幕外苦苦等待9年的观众来说，最想看到的是主人公的成长。但第二部的朱迪不仅没有正向成长，反而比第一部少了机敏和灵动，负增长，成为了有些偏执的绝对主义者。朱迪一门心思只为普安，完全忽视自己的安全，甚至也不会考虑自己搭档尼克的安全。在明知进入红线特快会憋死的前提下，还是不经思考的钻了进去。如果没有尼克的救命，这部 IP 已经完结了。在脱离危险之后，仍然会开玩笑说该道歉的是尼克。在旅馆里，尼克摊牌讲出自己的性格缺陷后，依然说出了我们可能不一样这样无论从任何角度去分析理解都非常伤人心且没有逻辑依据的话。结局时两人的互诉衷肠，很长一段的文戏固然能把观感拉回来一点，但作为观众都会皱起眉头。那作为剧情里真实存在并面对的尼克，在听到那些话时，是否也会怀疑眼前的朱迪是否还是1周前那个正义又聪明的兔子警官？观众从不会讨厌主角闹矛盾然后再和好的剧情，这样的公式是最对胃口也最能体现角色人物弧光的。但《疯狂动物城2》却用这样既折磨剧中人又恶心剧外观众的方式来强行制造矛盾。编剧并没有认真的去打磨剧情和细腻的刻画人物性格，为了醋而包的饺子，却忘了饺子的主要任务是填饱肚子。对朱迪性格的颠覆是最大的槽点，而包括尼克在内的其余角色也完全没有做到该有的铺垫和曝光。第二部里的尼克仿佛完全成了朱迪的附庸，更多担任喜剧角色和刻意的矛盾制造。但尼克对朱迪的宠溺和顺从是败笔也是妙招。尼克的奉献让朱迪可以无忧无虑的追查想要的真相。但还是那句话，尼克粉丝等了9年，想看到的是尼克的成长，绝非全程降智。强行剧情杀以及结尾一点点的打斗戏里体现的高光。作为第二部的核心矛盾，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是否能够共存这一问题的代表人物来说，史盖瑞的戏份和表现完全没有暴风点的地位，只要出现的部分都像是在读线索和推进剧情的 NPC， 甚至于把史盖瑞的台词换成旁白都不会产生太大影响。马飞扬市长虽然出场次数并不多，但其表现也让人摇头。一个演员做市长，背后又是财阀在控制，前期一直在舍利家族面前唯唯诺诺，结尾时突然的嘴遁就让他反水，很难不让人怀疑是故意制造反差，然后起到一个小反转的作用。但完全没有第一部时杨副市长的反转来的精彩，可能因为他不是第一反派，没设置那么多剧情。那么本片最大的反派舍利家族更是让人费解。首先一个巨大的财阀家族没有任何保镖和打手，尼克朱迪跟回家一样，马市长一个人就给3只舍利全踢了。再说保伯特，前期描述其在家族中不出待见，中期突然加入主角团，给的理由是不想跟家族同流合污，但没有任何多余他在家族里受到刁难歧视的剧情，没有反水的理由和条件。仔细思考一下都会猜到他是隐藏的 BOSS， 但隐藏的 BOSS 也就他一个了。比起第一部《疯狂动物城》的横空出世时隔9年推出的第二部只能说是平庸。拿着第一部留下的世界观和糊涂 CP 的主题，强行讲了一个节奏过快、难以代入、剧情上四面漏风的故事。如果这是一个不那么出名的公司没有前作给人留下的期待，那么这是一部不错的作品。但在动物城这个世界里这就是一部刚刚及格的制作9年的赶工之作。